今天我们要来教各位如何在 Windows 上面安装 Sublime 的 Editor。这一集我们来学什么呢？我们要来学的是 Sublime Editor 是什么，下载与安装 Sublime 的 Editor，认识基本界面，开启资料夹，而不是只有开启一个单一的档案。然后我们要建立第一个 hello 点 py 的这个 Python 档案，并执行它。最后我们要学的是如何在 Sublime 里面去调整它的基本设定。首先，我们来谈一下什么是 Sublime 的 Test， 也就是 Sublime 的 Editor。Sublime 的 Test 它其实是一套程式码的编辑器，它主要用来编辑程式码，可以快速的管理专案的档案，快速搜寻档案与文字，安装套件增加功能，搭配终端机执行程式。它不是 Word。Sublime 的 Editor 和 Word 的差异是 ，Word 主要是用来处理排版，处理里面的字体大小、图片的位置、页码以及列印的格式，而 Sublime 的 Editor 它主要是在处理纯文字，也就是 TXT 这种纯文字的档案。那它很适合拿来编辑程式码。为什么我们不用 Windows 内建的记事本就好？因为一般的程式码它也都是文字，记事本当然也可以打，但是当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一些专业的程式码编辑器，例如说像 Sublime 的 Editor， 它可以帮助你显示语法的颜色，看清楚缩排，检查括号是否有遗漏，管理资料夹，快速搜寻档案，以及批次的修改文字，会比使用记事本方便太多。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编辑器 Terminal 跟执行环境，这是一般初学者要先分清楚的。我们讲的 Sublime 的 Test， 也就是 Sublime 的 Editor， 它是一种程式码的编辑器，它主要用来写程式。而 Python 它主要指的是 Python 的直译器，拿来执行 Python 的程式。而 Terminal 主要指的是终端机，也就是一般我们在 Windows 上面可以下指令的地方。而 Browser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浏览器啊，像是 Firefox 啊，Google 的 Chrome 都是一样的，它主要拿来看网页的结果。那安装 Sublime 的 Test 完之后，不等于你安装完了 Python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编辑器，一个是 Python 的执行环境。那我们要到哪边去下载 Sublime Test 呢？在它的官网，也就是www.sublimetest.com 这个地方。那进去之后 ，Sublime Test 它有支援很多系统，你可以下载Windows 版、macOS 版以及 Linux 版本。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要如何去下载 Sublime 的 Test 并进行安装。当我们打开我们的 Google 浏览器之后，我们在浏览器这边打入 Sublime Test， 然后按 Enter， 它就会把 Sublime 的 Test 的官网给呼叫出来。在这边我们点选进去，在第一页里面，它就会跟你讲，其实 Sublime 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文字档的编辑器，而且它让你做对的事情。那我们就只要点选 Download for Windows 中间这个视窗这个按钮就好。当我们点选下去，它就很快速的把档案进行下载。因为它非常的快，因为它档案很小，只有15.4 MB，所以它可能在1-2秒钟就会下载完成。在我们的下载页面，我们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已经下载好的 Sublime 的安装程式，我们只要点选它，就可以启动安装了。在启动安装的时候，它这一页第一个问的是你要把 Sublime 安装在电脑的哪个位置，我们就使用预设值就好，点选下一步。在这一页指的是你要不要选择额外的工作，然后你想要让 Sublime 可以在安装的时候进行一些设定在这边我们可以暂时使用预设值也可以不用选，我们就直接点选下一步。然后最后的这一步就是你在安装的时候，你刚刚所有的选择，因为我们刚刚只选的资料夹，所以它就会只把资料夹相关的部分显示在页面上。我们只要点选 Install 这个按钮就开始进行安装。在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可以按 Finish 把这个安装的视窗给关掉。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在Windows 的界面的画面上面，我们去打入 Sublime。
它就会找到已经安装完的这个 Sublime 程式，我们只要把它点选2次，就可以把 Sublime 的这个程式给呼叫起来。在我们第一次打开 Sublime 的时候，我们要看哪边哦？Sublime 的 test 它里面主要区分成4大部分，一个是上方的选单区，一个是中间的编辑区，还有左侧的资料夹，以及下方的状态列等4区。假如左侧的资料夹没有显示的话，我们可以使用 View 的功能表下面的一个 Show Sidebar and Hidden Sidebar 把它进行显示跟隐藏起来。当我们打开 Sublime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是 Sublime 的整个界面，上方的 File Editor 这个就是指的就是上方的功能列，而左边的这一块就是资料夹显示的地方，有点像我们的档案总管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电脑资料夹的相关位置，而中间的这一块黑色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主要编辑区。那在 Sublime 里面，假如左边的这一块资料夹显示区，也就是资料夹导览列角没有出现，我们可以选择 View Sidebar 这边进行隐藏跟显示。然后在它下方的这一列，也就是滑鼠现在指的这一列它指的是整个你在编辑区上面的活动，包含现在我们的滑鼠是在第二列的第1个栏位，以及右下角这边就会显示这个档案现在是哪一种格式，例如它是 JavaScript， 然后它支援的 branch 就是我们Git 的部分。在我们使用 Sublime 进行练习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各位就是建立一个固定的练习资料夹，不要把程式档案散落在桌面的每个地方，这样你以后找档案、开资料夹跟跑程式都会比较清楚，也比较易于管理。那很多的小伙伴会问说，在 Sublime 开启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在谈说要以开启资料夹的方式来做，也就是 Open Folder？因为当我们在编写程式码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会只有编写到一个档案，通常你会编写很多个档案，所以我们都会以 Open Folder 的方式，以打开一个专案资料夹为准。那 Open Folder 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专案结构，管理里面多个档案，理解路径的位置，减少找不到档案的部分。在 Sublime 里面呢，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副档名因为在 Sublime 里面，它支援的档案格式有很多，它也支援很多的程式，所以当你的副档名若取错的话，有可能 Sublime 它在支援的程式码语法的高亮部分跟执行方式都会出现错误。那它的基本设定 ，Sublime 的基本设定可以透过上方的工具列的 Preferences 里面的 Setting 进行去修改。我们待会会来修改这个部分。在打开这个设定的时候，它会出现的视窗是左右两边，左边是预设设定，右边是使用者设定。那你要记得，请把你要修改的设定写在右边。那这样子，当你存完档之后，它就会以右边的设定去覆盖掉系统的设定，并进行套用。当我们打开 Sublime 之后，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以Open Folder 这个方式去开启你想要看的程式码的资料夹。例如，我们在桌面上有一个程式码资料夹叫 Python-Code， 我们就以打开这个资料夹的方式，然后点选这个选择资料夹，它就会把这整个资料夹载进来。所以在资料夹里面，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个整个资料夹里面的所有的档案，包含Git 的 Ignore 这个档案，Python 的版本的这个档案，这边还有一个 JavaScript 的档案 Index，MemPy 就是 Python 的档案等等。所以你要以开启一个资料夹的方式，比较易于你管理整个专案。那它要如何修改设定？就是我们刚刚在简报上面看到的，我们点选这 References 这边，打开这边下面有一个 Setting， 你把它点选下去之后，它这边会开启左右两边的视窗。左边的视窗指的是系统原始的设定，右边的视窗指的是我们使用者的设定。一般我们在开启 Sublime 之后，通常我们会在这边去加一些设定包含可能去改变字型的大小，让 Sublime 比较易于阅读。那通常你在改完设定之后，记得要存档 ，Sublime 就会立即套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它左边设定里面，它预设的档案尺寸是10，我们现在把它改成16，所以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字型比较大。
假如我们把它改成12，但你记得改完之后你要进行存档，它就立刻套用。当我们点选存档之后，你就会发现整个 Sublime 的设定会立刻套用。回到主画面之后，假如我们要在这边进行这个 MemPy 的档案修改，其实很简单，只要在这个编辑区里面去进行修改就好了。例如，我们去让 Hello World 印10次，我们编写完之后，我们把这个档案进行存档，然后我们把 PowerShell 给呼叫起来。我们切到这个资料夹里面。因为这个资料夹是由 UV 建起来，我们就启动它的虚拟环境。启动完之后，我们只要打 Python man 打 py， 它就会自动把这个编写完的程式码执行完，并且显示在页面上。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刚刚在 Sublime 里面修改的这个 Python 档案，整个执行是100% OK 的。我们刚刚谈到，在 Sublime 的 setting 里面，我们预设来讲会去改变这一些部分，包含 font size、table size 等等。那这些的设定主要是解决什么？第一个 font size 主要解决的是Look画面比较清楚，因为我们会把字形放大。第二个是缩排的宽度。第三个 Translate tabs 这一行指的是避免 Python 的缩排混乱掉。而 Word 的这一行设定主要是指一长串的文字的时候，整个非常长的行数，它自动会换行显示。最后的那一个，我们是希望让它能够快速的显示出游标在哪一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的，如何在 Windows 上安装 Sublime。而这一集的重点，我们学会了 Sublime 它是一个程式码编辑器，它不是 Word。第二个，安装 Sublime 不等于安装 Python。第三个，写程式的时候建议使用 Open Folder 的方式。第四个，我们的第一个档案可以从 HelloPy 或者 MemPy 开始。第五个，我们可以在基本设定上去修改一些设定，让 Sublime 在使用上会比较容易，包含修改字形的大小以及修改缩排的设定等等。这样子我们在写扣上也会更清楚。到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给各位 Sublime Editor 的首部曲。在 Sublime 的第二部曲里面，我们将会教会各位如何利用 Sublime 快速去撰写程式码以及修改程式码。